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11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公布人口14.1亿，数据造假，现场被抓。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看看中国公布的这个人口数据到底哪里造假。那么之前我们都相信中国的人口数据是有问题的过去一段很长时间都是有问题的。我们现在这一次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数据到底怎么回事当然，这里面有个原则，我们要讲清楚。第一个，我们不会讲这个数据看上去有问题这是不行的。我们要讲的是什么？这个数据有问题，问题在哪里？而且我们要用他们自己的数据来说所以这个是有点困难先讲新闻。5月11号，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通报第7次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中国总人口为14亿1178万人，比2010年增加了7206万人。统计局说，中国人口老化进一步加深，生育率不及预期。那么，其中新生人口1200万。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1.3 那么和第6次人口普查结果相比，60岁以上的人口为这个2亿6402万人，占 18.7%， 上升了 5.44个百分点。就老龄化严重的原因讲的就是这个。那么另外65岁以上人口为1亿9064万人，占 13.5%。那么15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亿9438万人，占 63.35%， 下降 6.79个百分点，减少了4000万人。那么人口专家易富贤认为，2020年中国人口实际上是中国人口普查，就是第7次人口普查，是人口普查中质量最差的一次，这是第一。第二，2020年中国总共人口总数实际上不到 12.8 亿，那么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低于 1.1 那么易富贤指出，2020年台湾、韩国总和生育率是 0.99% 和 0.84%， 中国的生育的意愿比台湾、韩国低，离婚率是台湾、韩国的 1.5 倍，避孕率和妇女劳动参与率更高，而中国总和生育率公布的 1.3 是不可能所以中国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很难超过 1.1 那么这次人口普查新生儿是1200万1200万，那么意味着生育率是 1.24 好，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总的一个新闻人口的公布的数据。那我们来讲讲这个造假的问题。人口数据有2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连续性。中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而且以中国的人口基数，移民对人口的数据没有影响。那么中国的人口数据都是国内人口持续的过程。持续的过程是什么？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任何一个年龄组的数据，在以往你都能看到它的出生数据就是说这个很清楚。你比如说2020年10岁，那也就是2000年他出生的数据和现在的人口数据它是有关联的。所以人口数据里有个特点叫连续性。第二个特点关联度高那么人口数据跟社会的各个环节息息相关跟人口现存的人口数据、跟死亡人口数据、跟出生人口数据、跟教育有关系，跟很多关联所以可以进行交叉比对那么我们从第一个，我们从结果上来看，2020年这个统计公报说，
人口总人数是14亿1178万。那么这个数据跟2019年的人口数据比较，201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14亿05万人，那么也就增加了1173万人。那么1173万人是人口的净增长那么中国还有什么？还会有人这个死亡那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死亡率是7/7.14，按照这个7/7.14来计算，中国当年的死亡人数应该是1008万人，也就是说2020年人口要实现1173万的净增长，那么也就是说2020年的新生人口要达到多少呢？就是这个1008万人加上1173万人，合计2183万人。也就是说，中国在2020年新生人口要达到2181万，你才能够满足这个总人口达到14亿1178万人的这个结果，这是个非常简单的算术。那么这第一个，中国新生儿的数量达到2181万的时代是什么时代？是1991年。从1991年之后，中国人口新生儿的人口出生率出生的人口是持续下降到今年是多少？1200万，这是公布官方数据，实际上是没有1200万那么官方数据说是刚刚统计公报说是1200万，如果你是1200万的话，那中国2020年的人口就一定达不到14亿1178万，应该是多少？如果以这些数据来算，应该是14亿197万，整整少了1000万所以你从总人口的结果来看，你就会看出来这个总的人口数据是有问题的，是错的是错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统计公报公布的这个年龄结构年龄结构是这样：0岁到14岁的人口组以2亿5338万那么占17.95%。那么15到59岁就是劳动年龄劳动年龄是8亿9438万，占63.35%。60岁以上的人口，那么是2亿6402万，占18.7%。65岁1亿9000万，1亿9064万，占13.5%。我们就把这几组数据呢，去头去尾就是留中间，我们只核对头尾两个数据，因为头两个数据关联度更高那么先说65岁，65岁以上老年人老人组的这个数据暴涨你比较就知道这个第7次人口普查65岁的人口组数据是1亿9064万，比2019年的这个65岁人口是1亿7603万，增加了多少？增加了1464万增加了1000，就是2019年比2019年增加了1461万。当年就是2019年当年就是2019年当年死亡多少？死亡了1427万人，这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也就是说，你把这两个数据一相加，你就知道这个2020年一定要增加2888万的老人，就是原来的64岁进入到65岁，
你才能够补充65岁的人口产生一个这么大的结果。如果你再加上64岁的人死亡率也是很高的，你大概2888万，我们说个大数3000万，也就是说从2019年进入2020年的过程当中啊，那么你这个老人得增加3000万老人，3000万老人，你才能够达到这个结果。那么2020年新增的年满65周岁的老人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呢？1955年啊，1955年出生的。1955年的人口总数，当时的中国的人口总数是61465万啊。那么当年出生的人口是多少？2004万人啊。那么也就是说，如果2020年补充进入65岁的人口，一定会少于2000万，因为他55年出生的人口只有2004万，那中间会有人死亡的啊，那么还会有其他的人口损失，你离开的呀，去其他地方。那你想想看，1955年中国出生了2005万2004万人，这些人经过了什么？经过了大跃进啊，经过了大饥荒，经过了10年文革，经过了10年文革之后的严打，然后经历了国企的下岗，还经历了这个进城打工啊，然后一个不剩完整的退休啊，一个不剩完整退休，然后还完整的活到现在再退休，只有多少？2004万。那么2004万不够3000万，还整整差1000万。所以你可以看啊，2020年突然增加了1641万65岁的老人人口，就是编造出来，这一定是编造出来。那么为什么他要把65岁以上的老年组的人口放大呢？为什么？因为它需要符合老龄化社会的形态啊。为什么？它不符合老龄化的这个，因为其中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其中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说明新生儿的数据在造假啊。新生儿的数据造假，如果你不把老年组的数据相应的提高的话，那么人口比例会呈现另外一个场景，什么场景？这老龄化的程度在好转，这个数据就太容易看出来，所以他只好把65岁以上的老龄组，而且把65岁的老龄组拔高的好处是什么？他年龄比较大，拔高的效果会比较明显，所以它就符合现在老龄化社会的形态。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看65岁以上老年人人口组的这个数据暴涨的现象和它造假现场就给捏住啊，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这是网上说的啊，这个0到14岁年龄组数据造假非常突出，突出在哪里呢？它是这样，这个突出有2个方法去核对啊。第一个方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次这个人口普查，0到14岁的年龄组人口是2亿5338万人，也就是说啊，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所以人口数据都是有关联的，也就是说，从0岁就是2020年就是0岁，14岁是什么？14岁哪年出生？2006年，也就是说，2006年到2020年新生儿加在一起出生了多少？出生了2亿5338万人，就是刚才所谓的0到14岁年龄组，这个人口是这个人口，你就也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把0到14岁的人口总数
也就是2006年到2020年出生的人口数加总，减去2006年到2019年新生儿的总数，你就会得出什么呢？中间差了个什么？中间就差了一个2020年的新生数，也就你就可以得出新生儿的数据。这个是非常简单的数学。然后呢，那06年到2020年这个总数有了，因为它刚刚公布的啊。然后我们就把每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新生人口的数据全部扒拉出来啊，找出来啊。2006年是1584万，2007年是1595万，2008年是1607万，2009年是1591万，2010年是1592万。我不厌其烦的念完的原因就是让大家真的知道这数据是可靠的啊，这全是他们公布的。2011年1604万，2012年1634万，2013年1640万，2014年1688万，2015年1655万，2016年1785万，2017年1723万，2018年1524万，2019年1465万，全部加总加在一起是多少？2264万啊，2亿2688万啊。那么把之前我们讲的这个最新公布的0到14岁年龄组的人口总数2亿5338万减去2亿2688万，得出的结果是2650万。什么意思？用这个过去15年新生儿的统计数据汇总，再把现在的新生儿就是0到14岁，理论上来说0到14岁的数据应该比它要小，因为中间还会有人口损失，我们忽略不计。那么得出的结果是2650万。统计公报讲这个2020年新生人口总数是1200万，中间差了多少？1450万。说明两点，第一点，国家统计局历来公布的新生人口的数据造假，对吗？理论上你应该加在一起造假的。第二，2020年新生人口数据仍然在造假，为什么？因为这个数据为了解决之前造假的数据的平滑度、平滑曲线，还在造假。这是0到14岁人口组的数据。易富贤先生他认为，这个从总和生育率的角度计算，0到14岁年龄组的数据也存在造假。为什么啊？0到14岁人口组的数据是2亿5338万，平均每一岁的人口是1689万。你所存在的人口是之前出生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你把这个人口回算一下，也就意味着什么？2006年到2020年平均的总和生育率超过 1.6， 那么意味着什么？而国家统计局最新的这个统计公报讲2020年出生人口是1200万，实际上总和生育率只有 1.3，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数据造假啊，数据造假。那么为什么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会造假、会虚构？易富贤先生认为，中国人口数据上有几个问题啊，有7个原因啊，有7个原因会造成这个数据质量不高啊。那么我认为，就是中国的人口数据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叫数据质量低，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
数据造假。数据质量低是过程，数据质量造假是有意图啊。那么造成这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2020年第7次人口普查，它执行的人、执行机构都是什么？都是原来统计局啊，原来计生委，原来人口协会2010年人口普查的原班人马。那么这些人本能的就会把现在的人口数据和之前的人口数据进行保持它的连续性，否则什么？否则说明上次人口造假，所以保持连续性就会出现造假，这就是主动的行为，这是第一个。你比如说，2010年人口普查，当时计生委的这个司长于学军，到了这次第7次人口普查，他是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副主任啊。那么人口学会的副会长这个翟振武是这次的9名专家的成员之一，都是他们当初的人啊。这是，然后这个2010年这个总和生育率，按照当时的普查数据只有1.18，然后计生委和这个人口协会就把这数据改成什么？改成1.63，这就是数据造假。他为了保持继续持续的执行的计划生育啊，而且2011年4月26号，于学军、翟振武还给中央政治局上课，建议有稳定的低生育水平，这是他建议的政策啊。这是第一个，就是这次人口普查的这些执行者都是上次人口普查的执行者，他们出于对自己的利益出发，他要盖住原来造假啊，这第一个。第二，这次普查是核实户籍身份证，理论上可以减少这个数据造假，但是户籍人口水分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还要多，而且由于户籍挂的个人权利挂了20多种个人权利，跟个人权利有关，跟个人福利有关啊。那么获取多个户口有强大的动力，包括买房，包括这房姐房妹啊。这个公安部门内部人说，获取这个假户口并不困难。比如说，河南中牟县公安局刁家派出所2010年到2011年1年之间，就办了1980个空户口啊。这是第二个，就是户籍这件事情，其实水分比人口水分还要多，因为中间的动力更强。这是第二。第三，普查员和普查人数挂钩啊。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的报道，这普查员不入户调查啊，他根本不入户调查，直接照抄这个派出所的这个户籍资料。这次普查的情况也是一样，很多普查员根本不入户调查。为什么不入户调查？几个原因。第一个，省时间；第二个，增加收入，因为你的这个调查表和你的收入，一份调查表多少钱啊？还有一个就是疫情，降低传染风险，所以他们根本不入户调查。不入户调查，你调查数据的质量就很低啊。第四个，地方政府期待更多的人口。中国财政系统，它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上级的转移支付，就是上级政府把钱拨给他，叫转移支付。那么增加人口，包括你比如说学校它有动力虚报人口，那么下一级政府有动力向上级政府虚报人口，那么包括什么教育，包括医疗，包括扶贫，包括你去做建设项目，比如说铁路、公路，你比如说这个县级市升地级市等等，行政包括你地方政府的行政编制，都和人口有关，所以地方政府造假的动力非常大，非常巨大。这是第四个。第五个，
就是刚才我们讲过，人口学家、统计官员都希望保持数据的连续性，防止，而且特别是人口学家，他们原来的研究、原来的论文、原来的成果、研究成果，都是基于原来的统计数据。如果你现在出一个真的统计数据出来，等于他们原来的所有的这研究成果都是零，甚至是负数，他们不愿意。而且本能的，所有的数据出来之后，它会在一个数据修正过程。这些人口学家、这些统计官员在这个阶段有很大的话语权，所以他们更愿意造假。这是第5个。第6个，联合国人口基金长期的虚夸中国人口。联合国的这个政策对中国影响非常大，而且联合国有强大的力量控制人口，所以当年给很多钱。当年的中国当时穷，所以他的这个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政策对中国影响非常大。这是第6。第7，政府现在是骑虎难下。原来造假呢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人口是持续上升的，造假只是上升幅度的问题。你现在的情况，当你造假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要突然一下拐头，那对他来说打击太大。打击太大的原因是你不是时与势都在你一边吗？你这人口一下少了，你是时与势怎么解释得过去？解释不过去。但这是一头，所以他有动力把数据继续维持下去。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造假数据贻害非常大，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根据人口数据去做方案的。你比如说我做商业计划，根据什么？我到这个城市来开一个百货公司，我肯定首先要拿人口数据。你这人口数据是假的，你明明只有300万人，你上来就说你有450万人，这差很多。按照450万人算我的商业模式，我算不过来。结果在执行过程当中，其实没那么多人，我这可能就赔钱了。所以中国的人口数据对很多东西都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所以其实这个后果是抑制他去做造假，因为他餐桌是他自己的呀。但是没办法，前面这个东西已经往前走了，哪个权衡来权衡去，为什么会拖半天？一推再推啊，推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权衡呗，政治决绝啊。所以呢，他就会有问题啊。那么我今天在网上看见一个网友，这个网友在微博上发了一个帖子，他说呢，这个网友我就不讲他名字啊。他说呢，第7次人口普查那会儿我是普查员啊，结果后面录入数据的时候，居委会说人数不达标，硬要我们编一些假的数据上去充数。然后后面抽查厂表的时候，家庭收入、工作不允许填无工作，连70、80岁的老人都要给他们填农耕种植业，不允许过多的填休业、退休和无业。我讲这帖子就是讲现在的这个统计数据的质量啊。然后他说，人口普查的信息假的一批啊，基本60%是注水。新生儿、死亡人口，那里原本界定的是一年之间的数据，结果有老人过世几年甚至10几年都得填上去，不填就和上级系统对应不上，通不过啊。还有新生儿原定不是本地户口，父母也不是本地户口，不在本地居住的不用填，结果在医院调出来就有这个人出生了，不管他在哪里都得填，不填通不过，就这样。然后父母不在本地，也没有档案信息，婴儿也要填，婴儿不能自主成为户主，随便找个一户人家塞进去，你说扯淡不扯淡？这就是他说的啊。还有文化程度，
要根据年龄帮他们填文化，导致村里很多老人以前没上过学，不识字，填了小学文化，因为填太多文盲的话，复查会很麻烦，增加工作量。还有一些初中毕业外出打工的，硬给填上专科毕业，真是服了。人口普查的水分很大，信一半就好了。这就是普查员自己出来讲。那么我的判断我的评价是：第一，中国人口数据造假；第一，普查过程质量很低这个宁吉喆在记者会上吹牛说这个我们的数据很真实、很可靠、质量很高，其实就是打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内部人操控，就是我们说2010年第6次人口普查的这些人叫内部人，这次跑的这次还来做，就叫内部操控。内部操控的目的是什么？内部操控的目的就是掩盖以往的造假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中共的高层为了避免人口数据震撼，从政治的角度要求造假要求造假，这是第三。第四，造假本身违背人口规律，也违背统计原则，很容易被发现。我们只是抓了一个头，抓了个尾，就马上现原形所以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两个。第一个，贻笑大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中国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第三个，误导世界各国。就只有这三个影响。好吧，那我们今天就集中把所有的时间，把这个中国最新公布的人口数据那么14.1亿1178万那么我们进行分析评价，结论是中国人口数据造假，现场被抓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我们现在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这次呢也打开了这个 Clubhouse 的房间那么我想让这个 Clubhouse 平台上面的网友一起参与，但是我这次就不让大家提问了因为我们没有主持人那我们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今天好多五毛是吧明线 Ancon 谢谢，马里亚纳打猎谢谢， Helen 谢谢，卡卡七七谢谢，好JDP 谢谢。祝王先生的频道越来越多的人听到，独立的思考和不同的观点是中国人最需要的谢谢，加油。观点：2019年公布人口总数14亿05万，2020年人口总数14亿1178万，总人口增加了1173万。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也就是说2020年全国只死亡了27万，神奇这是另外一个角度，翻过来讲，就是你减下去就是死亡人口，这一减下去死亡人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造假，这是你从死亡人口的角度造假。我们刚才分析的是从出生人口的角度也是造假情况，我曾经是一名2010年人口普查社区员，造假是从最小单位的基层社区开始的，组长拿着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参考，这些人毫无责任心，他们任务就是如何让数据更符合需要，非常正确这个中国是一个造假大国，什么都造假，当然其中包括数据提问：这样的统计数据是否跟习近平要在20大连任有关？人口红利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利器，如果人口减少了，会被认定为习近平执政的失败，跟全面脱贫的概念一样，全世界都知道中国造假，但只要习近平权威不动摇，所有造假都合理了。但是现在造假被抓，对吗？造假被抓有用吗？我觉得
能帮的习近平吗？帮不住吧，帮不了吧。观点：人口造假就是为了保房地产，房地产倒了，银行就倒，银行倒了，共匪离垮台就很近了啊。提问：数据刚刚公布出来，连几位粉红朋友自己简单的计算了一下，都发现其中的漏洞，真不明白统计局拖了这么长时间究竟在做什么。王先生可以就少数民族这部分数据透露的信息深入点评一下吧？我没有时间。其实我们刚才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们大概用了一点时间来梳理这些数据吧。不用着急，大把人在干这个工作，我们随时会跟进这个报道，好吗？啊，少数民族数据，我们还先从大处着眼吧，好不好？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共藏着掖着人口信息，他们在怕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好问题。你想一下，刚才的网友说的很对啊，人口红利一直是经济的利器。经济靠的是什么？经济靠3样东西。第一个靠资金啊，非常重要。资金，你没有钱，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靠钱启动，一定要有钱，这第一个。第二个靠什么？靠人口啊，靠人口。为什么？你有人口才有需求啊，吃喝拉撒全是需求啊。好，有人口有资金，中间什么？中间是交易，就是我买。我生产，我去卖，你买，这就发生交易。经济就这3样东西，中间发生交易，发生了交易，经济活动就起来。你人口数据一下降，那么意味着什么？需求在下降，需求下降，交易就会减少，交易减少，经济就下跌。这就是为什么要藏着掖着人口数据，人口数据会直接。我跟你说，如果中国的人口就像易富贤说的那样，实际上只有12.8亿，全世界的投资银行、经济学家、金融机构、分析机构啊，这个大学在分析中国经济的时候，就在改什么？改参数，改它背后的那个参数，把这参数一改，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马上就下来了啊。所以，比如说人口一调下来，那整体社会的需求就会下降，消费需求就下降，投资需求下降。刚才这网友说，房子的需求下降，房子需求下降，你想一下，中国房子盖了多少年？盖了30年，各个城市都在盖，盖了30年的房子，突然人口下降，它怎么呢？需求下降。所以你现在看中国城市，一二线城市我们不说，3、4线城市，甚至5线城市，大部分都有1、2套房，需求其实需求没那么大啊。情况，今天在百度直播收看的数据发布会，整个发布会只要超过5个汉字的网友实时聊天内容就会自动删掉，全程看到的聊天信息就是打卡之类的信息。OK， 观点：如果中国政府所有的数据对外公布的数据都不可靠，都互相矛盾，外界不是存疑就是不相信，那么中国政府根据这些自相矛盾的资讯所做的决策就是错误的，好吓人。没错，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要把这些数据有凭有据的告诉全世界，让大家都知道这个数据是假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说在很多时候你只能用它的数据，因为它没有其他的数据，所以经常出现的情况就是这样啊。提问，请问王老师，在海外学习工作没有入籍的人会不会被统计在内？会不会统计在内啊？情况坐标潮汕，我奶奶以前在计生委工作，工作内容就是抓计划生育。我在小的时候，她每天晚上凌晨都会出去工作，所谓工作就是强制抓计划生育。为什么要选择晚上？因为晚上大伙都睡，没人看热闹，他们可以撬门强抓人去结扎。更讽刺的是，家里3个叔叔都各生了5个小孩，当时只要有钱有势就可以交超生费，生个够。所以抓的人都是那些没有钱的穷苦人家，他们的目标也就是凑够指标。
提问：王先生，我有点不明白，现在人口增长大幅下降，可以想象学生新生人数也应该年年下降。中国财政可是大幅增长，可一直是大幅增长。30年前我上小学，教育是9年，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9年，不知道为什么把义务教育扩大到高中、职高、中专等，不愿花钱啊。新生儿大幅下降，财政大幅增长，财政没有大幅增长，这2年已经跌下来了。其实中国的人口不是大幅下降，按照易富贤的说法是，今年的人口，其实中国的人口下降是从2018年就人口开始进入下降了。那么今年的人口也是下降啊，不是2020年的人口也是下降啊。第一个，人口已经开始下降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中国为什么不把义务教育扩大到高中？不想花钱，钱都拿去干嘛？钱都拿去维稳了，钱都拿去一带一路了，所以没有钱，不想在，其实他就根本的原因就是不想在屁民身上花钱。所以为什么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批判福利制度？为什么要批判？这就是为什么要批判福利制度啊。提问：依王舍估计，最新人口普查总数打个9折吗？或者是更多？我接受易富贤先生的数据12.8亿以下啊。情况：普查期间3个地方来电话，都要求我老师提供数据，2个地方比较和蔼，另外一个地方的普查多次电话威胁要我填写资料，我真的不知道我在中国算几个人。情况：我家户口上有6口人，因为疫情无一人回国，不知道这些人普查是怎么进行的。我们小区有一个群，一直没有看到有什么通知人口普查的事情。像我家这种情况，我知道的就有几十人，扩大到全国数据难以估计。情况：我的朋友就是统计局做汇报，朋友说数据大量造假，基本上都是造假过的数据，完全是一场统计骗局。提问：王老师，他们关起门来编了这么久，还是这么破绽百出，是统计局水平太差吗？就没有人才编得更好一点吗？这里面有问题，问题在哪里？问题还是这个人口。我们讲人口数据啊，它是连续性的，它如果没有连续，经济数据呢也有连续性，但是经济的数据的连续性没有像统计数据、人口数据连续性这么紧密。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讲2016年的人口数据和什么有关系？你减一下嘛。2016年的人口，就是说，比如说2016年6岁的人口数据跟什么有关？跟2010年出生数据有关，对吧？你10年出生，到了2016年他6岁嘛，那你拿2016年6岁的数据来看，你就能看出来当初的出生数据，也能看出你从这个出生数据也能够反推2016年的人口数据。2016年人口数据肯定只能比2010年的出生人口少，不可能比它多。当你比它多出来的时候，那不就有问题？所以这个造假其实是有破绽，你怎么造都造不圆。为什么？你想一下，你原来是下跌的，你要把它弄成增长。我经常讲，国家统计局在经济数据上，它的造假通常的做法是什么？它是顺势而为。比如说我下跌的，我就说它下跌，但是呢，我调整什么呢？我调整下跌幅度，跌个18%太吓人，我就跌个6%吧，大概就这样。你可以就趋势不变。它这次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这次最大的问题，它把趋势改变，本来应该是下跌。我们不是说从去年的14亿跌到12.8亿，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它一直在造假，一直在造假，就是把这个人口这虚增，造假就造到了14亿，本来只有12.3亿，它造出了连续造假造出14亿，但是实际上今年的人口是下降，它理论上呢，它去年是14亿，它照着13亿
底13.8亿或者13.9亿的好造一点。他不，他把14亿造成14亿1千万、1100万，他直接把它翻过来，翻过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你把趋势改变，你改变趋势呢，你的数据就编不圆了，因为你下跌变成上升。那你这一边的话，那你很多前面的历史数据会正伪。我们现在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拿出来的数据，都是拿原来的出生数据或者拿死亡数据进行交叉比对，你这一交叉比对，你的破绽百出，就是这个问题啊。它会不会有更好的技术来编造呢？可以有，但是问题是，你要达到领导的要求。你说啊，人口上升，国家统计局29号出一个数据说啊，我们那个人口还是上升的，那他领导就说了，你这上升19.05亿人，你不能造个19.06亿人吧？你得稍微多点吧。中国毕竟是个人口大国，那好吧，那就加1000万，那你就加1000万，加1000万。刚才的网友说，你减一下你就知道了。你把14亿的人口加上这个1200万，你说生了1200万，好，出生了1200万，你14亿，你现在14亿1千万1178万73万78万，意味着什么？你减出来什么？哦，去年一年中国才死了20多万人，那怎么可能？中国一年要死1000多万人，中国有14亿的大国，人都憋得不死啊，怎么可能？所以这个数据一造，你这一造假呢，你很多地方就编不圆了，他再高明也没办法啊，就是这个问题啊，就脑子进水，就是脑子进水了啊。情绪人口数据资料是国家机密，谁说的？人口资料不是国家机密，不是国家，全世界人口资料都是开放。你如果不开放人口资料的话，它有一些后台的分析不一定会公布，但是人口资料必须是公布的，全世界都是这样啊。参与王先生的节目有一种活得明白的感觉。OK， 谢谢。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共中央内部有真实的数据吗？如果没有政策，如何制定？当然，它会有真实的数据啊，国家统计局一定会把真实数据上报，然后公布的数据就改了啊，一定是这样。情况，我出生在江苏某县城，07年中考全县8000人，4年后我妹妹那一届不到4000人，90年代新生儿数据就有很大的问题，非常正确。情绪，在强国经济学的语境中，人口红利等于中国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使得中国成为低端制造业聚集的世界工厂。这种将同胞视为廉价劳动力的价值观既可悲又可恨。真正的人口红利理应是人口增长带来巨大的消费需求，市场需求又带动生产发展。如果人口红利只等于廉价劳动力，我宁可中国用绝育对抗割韭菜。中国的人口是什么？中国的人口就是什么？这就是资源，去实现他们政策目标的资源。提问，统计局一般都是本科或研究生学历的公务员，怎么会犯这种简单算术的低级错误？领导需要啊，领导要怎么办？那就填这个数字进去，你觉得怎么样？觉得看得过去还行，那就这个呗。那后面就管了，不头不顾电，顾不过来，没办法。为什么？因为我们讲的过去的那数据都是公布过，你不能改。这里面有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人口数据就是你公布完了以后就板上钉钉了，你改不了了。你不能说我今天公布以后偷偷跑回去把数据给我改一下，那不行，因为你已经公布了，大家手上都有这数据，你改的这个事儿更大，所以你不能改前头的历史数据，你就很难办了。你怎么自洽？无法自洽。观点，公布人口下降会对楼市有严重打击，所以永远不会说人口下降。情况，英国刚刚进行了人口普查，按所在地直接上政府网站填表上交，如果不按时填报会罚1000英镑。
美国也刚刚做完，去年啊，去年也是差不多吧，去年10月份还是几月份忘记了啊，也做过人，做人早就已经公布了。观点我一直不明白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直到王老师的提点才明白。文革10年期间，红卫兵利用群众斗群众，激发人的斗性，老百姓斗来斗去就不会联合起来，而且这种斗性文化世代相传，疑惑无穷，这就是赤裸裸的帝王术。毛泽东真是罪恶滔天。提问：我爸爸的公司最近收到政府文件说，强制建立党支部，而且重大人事和资金运作必须和党支部商量，若党支部不同意，则不可进行人事和资金调整。请问王老师，这种在私营私企内强制设置党支部的情况怎么看？这就是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了。这就是新一轮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始。就是你想一下，你人事调整和资金调整都要党支部同意才能做，那你想想什么情况？那这还怎么管企业？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关注一下这个事啊。提问：关于疫苗接种的效率，普遍认为是开放边境的前提，但是台湾面临的困境是买不到疫苗和民众接种意愿很低，很多医护人员因为血栓风险不愿意接种这种现有的 AZ 疫苗，现在开始有零星的社区感染，这很有可能令台湾失去原本严防死守的防疫成果。请问王老师怎么看？台湾从来没有严防死守，严防死守是大陆啊，所以呢，观察一下呗。我不觉得台湾现在有很大的风险啊，为什么？台湾很有经验，只有两个人只有2个人希望台湾疫情疫情失控。第一个就是国民党，第二个就是共产党，就这2种人，而且现在唱衰的也就这2种人所以我对台湾我很有信心，我觉得没问题观点：统计局未必还拥有真正的统计数据，也许一开始一真一假2份数据，但是后面每次造假调查都要配合假数据，基层的调查员不可能次次都做一真一假数据呈报，因此后面的数据由底层调查员层层上统计到中央的统计局，必然也是不真实的数据我刚才讲就是说他会不会报给他是真实的数据，讲的不是真正的真相，讲的是由下面报上去汇总的那个原始的真实，就是针对调查结果的真实数据我相信他们高层会有，但是这个数据本身就不真实这句话就这个网友说的很对，这个数据本身就不真实，因为在数据采集这个层面就已经出现大量造假，所以你这些大量造假的数据再汇总，所以我们讲中国的数据的问题是2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数据质量的问题，数据质量低很差，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个数据质量差的数据质量汇总到上面，它会有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中共手上应该会有，但是这个报告本身是有问题的，因为数据采集的质量就很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数据他也不敢报，也吓得够呛，那怎么办？造假是在这个数据之上进行造假，这是第二个，就是第二个层面，就是造假的问题。造假是有原因有初衷的，我们刚才前面已经讲过，1、2、3、4、5、6有7个原因是中国数据造假，中国数据质量不高的原因，就讲的就是这个情绪不生孩子是我们这些中共国屁民做空中共国为数不多的手段之一理解情况。今天台湾电脑主板厂技嘉在官网发布，技嘉坚持台湾制造，不同于其他品牌选择低成本降低质量的方式请中国代工制造，被指辱华台独。随后京东下架技嘉全部产品，小粉红的玻璃声音又碎了。
最后季家赶紧道歉啊，情况很久没去银行柜台办理业务，今天意识到面部电子识别已经成为办理银行业务的必备流程。这也意味着证券可以限制任何想控制这个个体的金融活动。蔡霞曾经披露他的经济受限制，我现在是深刻的理解了，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巨大的阴影中，随时被控制的经济命脉，非常正确。情况大饥荒之前，就是各地对农产品产量造假、虚夸，结果几年下来，农村没有足够的粮食，到急需维持生命的粮食，最后导致大饥荒。现在人口造假出现同样的行为模式，结果必将最后大崩溃。非常对，其实大饥荒核心是什么？大饥荒核心就是造假。所以中共造假是有传统的一直以来就在造假。提问：成都49宗的事情让我一整天都很难过，很愤怒。我平时真的是一个扫地不伤蝼蚁命的人，可是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我都忍不住想去想，如果我是当事家长，我会怎么样？结论都是我想去杀人，得不到公正就想尽一切办法和干坏事的人同归于尽。我的这种想法不正常吗？你这种想法很正常，陈胜吴广就是这么想的人啊。提问：今天新加坡部长讨论新加坡当地报业结构重组的可能性，是否接受公众、私人、慈善或政府的注资？请问王老师对传统报业的前景有什么看法？在网络社交媒体如脸书、推特不受监控、滥用权力的危机下，传统媒体的中立性至关重要。你在提问吗？我不觉得在提问。传统媒体报业的前途，报业没有前途，为什么？看报纸的人越来越少，所以报业是在萎缩的。报业的前途是上网上线，就是报业用其他的形式提供新闻服务。那么你最典型的是谁？最典型是《纽约时报》。《纽约时报》把他的报纸，他们在网上的订阅已经超过他们报纸实体的订阅，但是他们仍然会提供纸质的这个报纸服务啊。所以报业的未来是在线上，那所以它就已经变成一个多媒体而不是仅仅是报业。提问：王先生一个语标。自从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美国政府开始了全球性联盟的组建。拜登政府的影响力应该比川普政府的国际影响力更大。但是拜登政府上任以后，为什么巴以冲突又出现？中国政府的态度比川普执政时期的态度又出现了很大的进攻性。是什么造成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巴以冲突的问题我没有看，最近我没有关注这件事情，抱歉。明谢魏唐，谢谢 Harry 冯，谢谢老婉农，谢谢 Sophie 杨，谢谢赞王老师今天的分析清楚明白，数据造假被抓现场很精彩，也赞王老师昨天的几则社会新闻，请大家继续发声，寻求真相谢谢谢谢 Sophie。Transit Island Republic， 恭喜王老师今天又万人同时在线观看，好，谢谢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好，那我们这个